从大雪到冬至这15天是阴气最盛、阳气最薄弱的一个时间点。大雪到了冬至之后嘛，是一年中最冷的时间开始了。一年中日照是最短的时间。那养阴的真正的原理，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保护好我们的阳气。在传统的这个民俗里面，冬至的这一天，首要的就是祭祖。我们回家要探望老人，跟着我们家族中的族长老人来做祭祀。然后呢，一家要吃最丰美的一餐是在冬至，这就是冬至大过年原理是这么来的。我们的民俗中一般到了冬天就要猫冬。冬至北方人吃羊肉茴香饺子，在南方如果我们没有暖气，可能我们到这种周边的这些小乡村里面，冬天是非常寒冷的，所以我们会吃很多滋腻的，比如猪油，比如糯米，这平时是很难消化，可是在这时候给我们的人体带来了很多的热量。可是到了立春之后，就是等于说我们真正的春节呢，就不适合就是这种滋腻的来进补了。所以现在我们恰恰是把所有一年中最补的时间换到我们的立春之后了，其实可能不是特别适合。90后的身体就是稍微弱了一点，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多便利的东西，可能几乎有很多人家我认识的朋友中都有这种挂壁的这种暖气片啊。那我是觉得，其实到了这个冬天，应该大家少一点开。我其实是一个北方人，我从北方来南方生活了20年，除非是非常冷，我几乎是不用任何取暖设备。我觉得穿暖一点，在家里面工作慢慢劳作的时候，一点一点的身体就暖起来了。第1年是很难，第2年之后就克服了。克服之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身体非常好。我们现在的疾病，一部分90%是吃出来的，错误的吃出来，还有一部分就是阴阳颠倒，而且我们的这个4季颠倒。我们很多北方人冬天喜欢到海南，到了冬天该冷就是应该冷。在最冷的冬天，马路上可以在哈尔滨看到很多人零下30度吃冰棍儿，反倒是好事情。因为冬天的阳气在我们的胃里面，你喝一杯冰水试试看，那其实是反方向是刺激了我们。大家就尽可能的早睡晚起，注意保暖。比如冬天洗桑拿，我觉得其实是特别不好的。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冬季的这种长跑啊，普拉提这种热力瑜伽，其实当你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是不太建议的，就很容易受凉。这种受凉是很难治愈的。还有一个就是控制情绪，今年戊戌年火比较大，所以我是觉得到了冬天，尽可能大家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就不要大的波动，这种波动也会扰到你的阳。比如冬天我们没有藏好的话，那么到了春天一阳复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问题。就是真正生病的比较重的都是我们就是这个年龄的人，壮年的，然后中年的人。那么小孩跟老人很少，原因就是小孩跟老人遵循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方式，就是天黑了，大部分小孩跟老人就在家里，冬天穿的比较温暖，然后吃的食物也是比较滋暖性的。我说冬至之后几乎是不做事了，可是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办法，我们要工作怎么办？我们就尽可能的做到自己的这个时间，比如我们早睡晚起，就是跟着太阳走。你还是要有一个跟自然这个规律相结合，然后在这个节气里帮助自己。